问这生谁做主宰？有些隐秘成为障碍，我这扇窗从未打开，世间一切不可以进来。难道现实没人能配一对，剩低我和我是同类？留下绝密事情纏結在心裏，夢想要拼命去追，唯有你最明白我，天將解了鎖，誰想等失去那天悔不當初，我彷彿從頭活過，仿似一生為了什麼，不必怕闖禍，無懼燒起火。你觉得跟一个随时会消失的人格在一起，会有将来吗？江 Sir， 如果他有反应的话，你能不能马上通知我？怎么了？你们别只把他当犯人，他也是特案组的顾问。这样的人哪用对他那么好，连自己的妈妈也敢。那副骸骨，你们查到什么了？我拿了骸骨和那根小手指做比对，证实是属于你妈妈的。之前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她现在只是一名死者，一切都已成过去。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好好保管。谢谢你。我之前好几次差点杀了你。你不生气吗？我现在还站在这里，你是想杀我，但也是因为你，我跟静风才能适应这个世界，生存下来。所以除了静风之外，你算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以后别轻易相信别人。我相信世界还是美好的，我有希望，希望你也有。让他们聊一会儿。这汤一定是煮给你哥喝的。你妈那么恨我，一定不想你来见我。是我哥偷偷叫我来的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见你，而且我很想跟你说，对不起。我从来没有生你的气，因为你跟阿英一样，做的所有事都是为我好，而且到最后，你还提醒我赶紧走啊。其实那次你走了，根本不需要再回来。因为我要保护你，不想看到你被欺负。要经常笑，我喜欢看到你笑。我想跟你说，你认罪之后，不管被判刑多久，我都会等你。
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在一起。帕克，收到那2张照片了，我会尽快过去，谢谢你。你所拨打电话号码暂时未能接通，请在提示音之后开始留言。杨碧欣，我找了你很多次，为什么不回我？我现在有事要去马来西亚，希望你记得答应过我，会尽快带我去见日思。A18和A19都在葫芦岛沙滩上被发现，前后相差6个小时。同一天同一个地方发现2节新的残肢，以前真的没发生过。不止这2节，前后可能有3节残肢在这里停留过。在 A13上发现的长腕幼虫，会依附在特定的肉食性海胆上。这种海胆一般栖息在葫芦岛附近海域，所以 A13很可能也来自那里。3节残肢都在附近找到，一定有关联。我已经派人在葫芦岛做问卷调查。OK， 骨头虽然被海水泡过，但是我也会尽力化验这3节残肢的 DNA， 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线索。谢谢你，张博士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现线索？怎么那么像？老公，这2块石头是我放的，以后我们有空来做。分头找。有没有人？喂，喂，聂莎，我现在已经到了马来西亚机场，你能不能来接我？你过来了。你不是很想知道日思住在哪儿吗？等我，我去接你。
Hello。帮这位先生挑一套正式一点的西装。Yes, ma'am。喂，你一下车就要来这里，还要买西装，你想干嘛？那么久没见你老婆，不应该穿得正式点吗？来，选一条领带。这条挺好，我想日思会喜欢你打这条领带。其实你知不知道你老婆喜欢什么花？杨碧溪，喂！杨碧溪，这里根本就没人，先带我去哪里？你不是想见你老婆吗？想见她就跟我来。到了。这本日记是日思去世之前给我的，我现在在他面前亲手交给你。我记得日思说过，他希望再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像求婚那天一样，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拿着他最喜欢的花，很认真地对他说，无论健康疾病，你都会跟他开开心心地过日子。是日思写的啊！我找到我老婆的坟墓，正在看她的日记。我真的无法接受，对不起，我暂时什么都做不了，给我点时间。我记得我问过老公，如果将来我们老了，其中一个先离开，
你想当留下的人还是离开的人？其实当时我自己还没有答案，但是现在老天爷已经替我选了。今天去复诊的时候，经过一家店，有一个很漂亮的相框，我很喜欢。我要买这个。你好，我想买之前放在那里的相框。哦，那个相框刚被买走了。哦，那什么时候有货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有一个。今天天气很好，但是病情严重了。梳头一次掉100多根头发，我还傻傻的一根一根数。我很坚强，最后没哭出来。后来我出去买了一把漂亮的梳子，我跟自己说，明天要少掉一些头发。我不想让老公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我甚至不想他来找我，虽然我很想他，我很想很想，他现在在我身边。我不敢看他的照片，我怕自己会哭，我只能试着画出来。但是原来画一个人，会想起更多跟他的事。老公啊，你那边的天气好不好？有时候明明觉得阳光灿烂，但是偏偏下雨了。Hello, may I help you? 我朋友在那边。OK。你在山上待了2天，还以为你不来了。我给你点了吃的。谢谢。日记看完了。你应该知道日思在香港就已经生病了。我竟然没发现。他没告诉你，是不想让你担心。他来马来西亚是为了做身体检查。那次日思在街上晕倒，怎么了？我帮护士 Lisa 扶他进诊所。欣姐，日思在这边无亲无故，我跟他很投缘。我当时也是一个人，所以搬去跟他一起住，方便照顾他。他后来看了专科医生，才知道自己患了罕见的血管炎，这个病很难治好，但是他积极的面对。日思啊，是，吃药吧，来。哦。
谢谢欣姐。别那么操劳啊！其实他很痛苦，这个病让他视力模糊，流鼻血，手脚冰冷，全身关节肿痛，每1分钟都好像被针扎一样。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就是亲自设计一间 dream house， 希望弄好之后你会来找他。谢谢。好了，他非常坚持，可以做的事都会自己做。其实日思的病还挺严重，不过他很坚强，任何能治好他的方法都会尝试。他的关节坏死，就截肢保命。不过最后的情况很严重，我想你在日记里都应该看到了。还没看完，我舍不得看完，我想慢慢看。他走的时候痛苦吗？我整晚陪着他，他睡着了还在笑，可能是梦到你了。第2天早上我叫他起床吃早餐，才发现他已经走了。脸上还带着笑容，走得很安详。希望他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。对了，他为什么会写日记？他没有这个习惯。他离开你之后，很想念你，但是他不想打电话给你，所以就写日记。他说这样，就像在跟你聊天。我总是想着，退休之后有很多时间陪他，所以很多他的事都没放在心上。居然他生病，我都不知道。但是我有点不舒服，他就很紧张。我很想跟他说对不起，但是没机会。我只剩下这本日记，我想留着慢慢看，每天读一篇，就像每天陪着他。日记那么厚，应该可以看1-2年。你这2年就这么过吗？我想专心一点，只陪着日思。每天看一篇日记，跟他聊聊天，给他读读报纸。希望我的记性不好，2年之后，忘记之前看过的日记，可以从头再看。爱情是想找到一个最了解自己的人。有些人要找很久才能找到，有些人找到，但是错过了，后悔莫及。想要挽回，但是已经无能为力。护士啊，你觉不觉得他在笑啊？是不是他觉得按得舒服啊？但是我觉得你关掉录音之后，他看起来不像在笑了。
听这种内容会笑吗？听得无聊了，就跟我说。现实跟小说往往不一样，人生的轨迹不会像书里的情节那样如你所愿。你想见的人，未必是你看见的人。你在干嘛？看你醒了还是不是朱姬？你亲了我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。你很想见静风啊？他那么久没出现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不担心他出事吗？比对过 A13、A18、A19之后，他们在同一个地方，但是不同时间出现，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别岔开话题。那你熬了几个通宵，我当然很想知道结果嘛。这3根胫骨已经泡在海里很久，找不到任何软组织粘附，很难抽取到 DNA。但是张博士说会继续试，他会来拿走这3根骨头。除了检验骨头，还会检查血里有没有一些昆虫或者微生物留下的线索。我看过很多海洋专家的报告，根据洋流运动，马来西亚会受到赤道逆流、南赤道洋流还有西澳洋流的影响，而且这1年之内发生过2次4级风暴，所以那些骨头的漂流方向很难估计。但是我仍然觉得，那么多骨头同一时间飘到同一个地方，一定不会只是个巧合。我推测他们可能在同一时间、同一个地点开始漂流的。你意思是它们的源头相同？天气跟地理我都不太熟悉，我只会研究骨头。根据 A18的直指骨关节和脚掌的大小，我估计他是成年男人，年龄不会超过55岁，而 A13和 A19很可能是女性。但是要看到整副骸骨才可以推断出他们的 Big Four。如果他们的牙齿保存得很好，就算被海水浸泡，也能抽取出 DNA 做身份鉴定。我说完了，到你。静风到底在哪儿？我猜他可能在里面睡觉，希望他不会像 Man 睡那么久。Man 睡了17年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静风他以前经常改我的小说，曾经有一次跟我说，他的内在世界是一片汪洋，他没事做的时候就会在里面飘来飘去，自由自在的。我想他现在应该是这种状态。现在怎么会一样？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，只是个人格。他会不会突然沉入海底呢？人格会不会死啊？应该不会，在内在世界应该不会。其实我想问你，你会不会介意喜欢的是一个人格而不是一个人？怎么这么问？因为人格和人有很大的区别，人格没办法控制什么时候出现，什么时候离开，所以他们的爱情是有限期的，给人的感觉一点都不实在。我觉得你现在很实在啊，我知道你是朱姬，之前你们经常转换人格。我也曾经以为你是静风，我觉得跟你聊天很舒服，我觉得你很了解我。我也试过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欢的是朱姬还是静风，直到现在静风不见了，我才发现自己有多想他。
其实你不应该觉得自己卑微，不应该觉得自己没有做人的机会。你会问我这样的问题，是因为你不了解燕星。他已经跟江 Sir 分手，他想跟你在一起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他多想找到你？就像我现在很想找到叶劲风一样。我们做好朋友好吗？要不我们想想办法，怎么把劲风找出来啊？你有办法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内在世界里面有很多门，如果可以找到对的门，我想应该可以找到他的海洋。但是之前劲风进入内在世界找你，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快，脸色也变了。我怕你出事。他可以为了我连命都不要，我也可以。只是不知道他的海有多冷啊。劲风，劲风。劲风，你在哪里啊？劲风，劲风，你在不在这里啊？劲风，你出来，我不会游泳啊！劲风，你是不是劲风啊？你知不知道劲风去哪儿了？朱姬，朱姬，劲风，我不是劲风。你还是没找到他。你想找劲风？你没事吧？会不会是离心力不够？离心力？你之前也试过把它清出来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试一试啊？你可以吗？我怕你会尴尬。为了劲风，只好牺牲了。我不介意啊。来吧，试一试。你先闭上眼睛。你是 Matt， 你别再装了。我不是 Matt， 我是朱姬。还说谎，朱姬说话哪有那么快，还想骗我？我疼所以快。你明明就是 Matt， 你根本骗不了我。我真的是朱姬啊！我刚才跟你击拳做好朋友，你记不记得？你真的是朱姬？Sorry 啊，刚才 Matt 出来了，他还要我亲他。不好意思啊。现在劲风不在，所以越来越难阻止他。你刚才有没有找到劲风？我没找到他，只找到他的海洋。他的海洋大得像这个马六甲海峡那么大。他是不是想自杀？老公，女儿，回来呀！我叫 Grace，半年前，我老公在这儿
开着一艘船带我女儿出海，那天正好刮台风。之后他们2个就没回来，警察也找不到他们。我看新闻，2节残肢被冲到沙滩上，一定是他们知道我想他们，会来找我。你好，我是方婉谦。其实呢，我们这次是来调查这个案子的。真的？你们查到什么了？我想请问你先生几岁？他54岁。怎么样？是不是他？你冷静一点。其实要确定死者的身份，要看到整副骸骨。我真的很想找到他们。就算他们真的走了，也希望我老公、我女儿可以入土为安。我明白，我的工作就是替死者的家属找回死者的遗体，确定他们的身份。我知道，只要还没确定他们的身份，你都会很痛苦。我开始明白静风为什么会喜欢婉谦，她是一个心肠很好的女孩，平时虽然很节俭，但是帮助别人的时候绝不计较，可以不惜一切付出。人到底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别人而活呢？我想 Matt 一定是为了自己，他想做什么就做，从来不会管别人感受。我觉得他那么反叛，以前一定遇到过一些很可怕的事情。啊，对了，这是寄给你的文件，谢谢。Matt 又寄过来了。海小姐，事情没这么简单，你马上到警署听我们的部署。海兰小姐，焦 Sir， 那么多人，我以为只跟你见面。先坐下。这次我们是跨部门合作抓这个小说杀手，所以除了特案组之外，还有科技罪案科的同事和陈 Sir。海兰小姐，我是警察公共关系科的陈孝安警司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刚才来的时候有没有被跟踪？没有。确定没有？应该没有。应该没有，就是不能确定，可能有啊。佳琪，会议记录里记录第1句话，海兰小姐可能被跟踪。你继续说今天的事。我今天去上班，同事给我一个公文袋，他说早上寄过来的。你同事叫什么？我同事叫李美宝。李美宝，她的英文名有可能是美宝。佳琪记下来，美宝李，英文名字有 M 的人有可疑。我跟总编商量过，基于公众安全考虑，《血迷图》第3章同行，我们不会上架。要上架，你要让大家知道，同行即将上架。这是警方的部署。当预告公布之后，科技罪案科的同事会监测网民的反应，根据留言缩小范围，适当的时间，陈 Sir 会出手。我们先在警方的社交平台告诉大家，我们不会干涉这次的商业运作。在你们上架当天的9点整，我再推翻我们之前说的，禁止你们上架。我不是很懂啊，陈总。你懂的。到时我会做30分钟直播，亲自解释这件事。陈 Sir， 30分钟那么长？不长，太短怎么惹目标生气？把它交给海兰小姐。到时你替我刊登这份稿子。陈孝安，你想用自己做诱饵，引凶手来杀你？我就说你懂的。陈 Sir 会公开说自己有伪奥症。当大家觉得这本小说不应该上架的时候，陈 Sir 会为了反对而反对；当小说准备上架的时候，陈 Sir 的伪奥症发作，推翻之前所说的一切。你那么快写好小说了 ？No， 这份只不过是故事大纲，我会按照《血迷图》的特色和风格，很用心地写小说的第3章同行。到时特案组就会布下天罗地网抓这个凶手。佳琪，替我记下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到时你提醒我，我提醒海兰催我交稿，啊？上次你阻止小说上架中毒了，
这次我们相信，陈Sir阻止小说上架，他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。只要凶手动手，我们就可以抓到他。既然你们有严密的部署，为了抓到凶手，我们公司会配合的。Good。我只是一个人格，我随时会消失。但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一段有限期的爱情？是我要他走的，他已经走了，我亲眼看着。什么都没了，图书馆没了，朱姬也没了。原来他说的期限真的那么短。遇見沿路碰上總有人，停在10秒之間，勇敢地留下吻，迷糊裏仍迷信緣分。其實蝴蝶振翅掀起風一開始，沿途與你相識是美好的恩賜，來回遇上不止10數次，成為在我心揮之不去名字。何時蝴蝶偶爾煽起風帆開始，時常亂了心思，忘掉你太不容易，讓後悔心下像到此。原來是你突然路過的引子，故事真似無休止。振翅掀起風一開始，沿途與你相識是美好的恩賜，來回遇上不止10數次，成為在我心揮之不去名字。何時蝴蝶偶爾煽起風帆開始，時常亂了心思，忘掉你太不容易。